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我手上这个充电宝，我听说它很不错，我就买了一个回来测拆一下，看看这个金兆33瓦自带线充电宝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厉害，都是你们这些铁粉说的，它比酷派科和小米的33瓦都做得好，究竟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先测试，后续再拆解。咱们的橱窗有我车载后的各种产品售卖，有需要的老铁可以支持一下，提示一下各位老铁不要盲目消费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来就可以了。谢谢你们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和鼓励。我们先开箱这个金兆33瓦自带线充电宝。京东金兆这个品牌说白了也就是京东它自己的一个品牌，包装盒白色的色调，中间是充电宝的实拍图片，30瓦小电包移动电源，有 3C 认证，1万毫安的大容量，然后这是30瓦的大功率，侧面是金兆的 logo， 这边是金兆的宣传标识，背面规格信息、制造商信息。我们直接打开包装，充电宝放在这个透明的塑料卡座里面，充电宝本体赠送了一张各种各样的贴纸，大家觉得这个充电宝单调的话，可以把这个贴纸贴上去作为一个点缀。合格证一张，使用说明书。从环保袋子里面拿出充电宝，确实是非常的小巧啊。这个是酷派科的30瓦，这个是小米的30瓦，大家对比一下，这个个头都是差不多的啊。充电宝表面30瓦1万毫安的标识，这里有一个功能按键，按一下，这里有电量指示，不是很亮，但是它是双排设计。底部这里一个京东金兆的标识，这里还有一个 USB-A 口，内部的舌片为橙色，这一面则是 Type-C 口在顶部。自带线表面的材质为 TPE 材质，这个插头部分是卡在这个阿槽里面的，我们用的时候直接拉出来，也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设计。柔软度的话还行吧，这个卡的不是很紧啊，有时候容易掉下来，非常的简约，配上蓝色的这个自带线，这样看起来这个颜值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充电宝连包装盒的重量247克，单充电宝的重量是209克，这根自带线的长度拉出来大约是 18.5 厘米，充电宝的长度大约是90毫米，宽度59毫米，厚度大约是26毫米。外观部分咱们简单的看了一下，我们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的规格信息，京东金兆移动电源，型号是 LP1085B01，锂电池的能量是1万毫安，36瓦时，额定容量是5500毫安，5伏3安的情况，我们待会儿会进行测试。制造商是深圳市蓝之阳科技有限公司，这里有一个注意信息。输入功率的话，自带线和 Type-C 口最高是30瓦，输出功率也是一样的，最高是30瓦。A 口的输出功率最高是33瓦，请勿靠近火源。3C 认证，循环利用的标识，循环5年的标识。这个是循环5年的意思是在5年内它不会有毒的物质泄露，是这个含义，大家不要误解了啊！请勿扔向垃圾桶的标识。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3个充电口所支持的充电协议的情况。首先是这一根自带线口，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，我们测出来这个协议非常的丰富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有高通 QC3+、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至20伏，华为的 FCP 最高24瓦功率，华为的 SCP 可以支持到30瓦的功率，三星的 AFC 可以支持到24瓦功率，这个是展讯的 SFCP， 还有绿厂的 Work 协议。联发科的 P1+ 和 P1+ 2.0， 这下面就是 PD 3.0 的30瓦协议。点进去，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20伏 1.5 安30瓦，然后下面有 PPS 5至11伏的3安33瓦，还有5至16伏的2安也是30瓦的 PPS， 然后下面 DCP SAM 和 Apple 2.4 3个基础功率，这个协议非常丰富啊。然后这是这个充电宝 Type-C 口它的协议支持的情况，实际检测出来比自带线口多了一个 UFCS 33瓦的融合快充，其他的协议跟自带线口是一模一样的，包含有 Work 协议和 PD 3.0 的30瓦 S-Work 协议都是有的，连最下面的3个基础协议也是一样的。这是充电宝 USB-A 口协议支持的情况，这个协议支持跟 Type-C 口除了没有 PD 协议外，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融合快充，然后 S-Work 协议，联发科的，连最后下面的3个基础协议也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样测试下来，这个充电宝的协议兼容确实是很不错。实际表现怎么样？我们接下来就是测试它的快充兼容性。快充兼容性，我们先从米家的设备开始，看它能不能支持米家的 PPS 啊。首先是自带线口，已经启动了 PPS 快充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3瓦左右，因为这个充电宝它最高只有30瓦的功率，有这个功率也是很不错的啊。然后就是 Type-C 口，一样的可以启动 PPS 快充，
真实功率也可以跑到24瓦左右，比刚才自带线口要高那么一丢丢。A 口的话它就不行了啊，走的 QC 2.0 的9伏档位，实际的真实功率在10瓦左右，因为 A 口它没有 PD， 没办法。这个协议测试有 SCP 的30瓦协议，兼容性测试就可以分辨出来了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以这个荣耀60来测试华为的兼容性，超级快充开启，真实功率也就是个20瓦左右啊。Type-C 口一样的启动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也就是20瓦左右。如果是真正的 SCP 30瓦的协议的话，应该跑个24-25瓦是没有问题的。说白了，这个就是华为公开的22.5瓦的协议而已。A 口也是一样的，功率也是一样的20瓦左右。这部手机是绿厂的 A3 Pro， 可以支持融合快充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自带线口的，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，仪表显示的是走的 UFCS 33瓦的功率。我们再来看 Type-C 口，真实功率一样的可以跑到25瓦左右，显示出来了，一样的是走的 UFCS 33瓦的功率。我们再来看 USB-A 口，同样的是启动的 UFCS 融合快充，真实的起始功率是25瓦左右。找了一个老款的绿厂的手机来试一下它的沃克协议，确实可以显示超级闪充33瓦的标识，真实的功率也可以跑到22瓦左右，这个很不错了啊。对于绿厂老款的手机兼容也是 OK 的。荣耀手机的兼容性的话，大家就别想了啊，3个充电口都有 SCP， 特别是 C 口和自带线口，它会起冲突的，插上去只会显示超级快充， PPS 是启动不了的。真实功率的话也就18-19瓦的样子。 Type-C 口也是一样的，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也是20瓦左右的一个22.5瓦公开版的协议。我测试的时候经常说的就是 SCP 协议和 PD 协议放在一起的话会起冲突的，每次测试出来都是这样的结果。蓝厂的设备我们用这个 vivo S18 来测试，首先是自带线口，可以启动蓝厂的闪充标识，起始功率25瓦左右，应该也是走的 UFCS。 我们再来看 Type-C 口，同样的可以显示蓝厂的闪充标识，也是走的融合快充，起始功率也是25瓦。然后我们再来看 A 口，同样的有闪充标识，起始功率的话，融合快充的起始功率也是25瓦左右。这部手机是三星 Note 10加，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启动快充。自带线口启动超快充电，但是不是 2.0 的啊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。USB-C 口也是显示超快充电，真实功率也是20瓦左右。A 口的话就是显示了正在快速充电，功率在15瓦左右。这个充电宝的5次充放电循环，我们全部用这一个紫米的35瓦双口充电器来给它充电。我们把这个充电宝自带的电量全部把它放完，进行第一次充放电循环。这个金兆充电宝第一次充放电已完成，我们看一下数据。这一次充进电量是34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37分钟。充电的过程，我用热像仪监测了一下温度，37分钟的时候，它表面的温度是42.1度。第一次放电是用的20伏 1.5 安，一次性放完的，中间没有停顿。这一次放出电量是26.61瓦时，放电时间53分钟。这个放电的时候监测到的温度是在20分钟的时候45.7摄氏度，这个温度控制的也是很不错的。这个充电宝第二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电的数据跟第一次充电的数据2次叠合在一起了，我们减去第一次的34瓦时就出来了啊。这一次充进电量是34.22瓦时，充电时间大概就是1个小时50分钟左右。第二次放电的话是用的15伏2安的功率进行放的电，也是30瓦的功率，全程一次性放完，一共放出电量是27.17瓦时，放电时间55分钟。第三次充放电又一次放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34.87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40分钟。这一次放电是用的12伏 2.5安30瓦的功率放的电，一共放出26.47瓦时，放电时间53分钟时间。第四次充放电已经完成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一次充进电量是34.08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37分钟。这一次是9伏3安27瓦功率放电，一共放出能量是26.55瓦时，放电时间一共花了1个小时。这个充电宝第5次充放电已完成，这一次充进去电量是34.35瓦时，充电时间1小时38分钟。这一次放电的话是用的5伏3安的功率进行放的电，一共放出26.75瓦时的能量，放电时间是1小时50分钟，一共放出容量是5534毫安。这个充电宝的额定容量是5500毫安，我们放出的容量跟这个容量恰好相等啊，也没有多的，也没有少的。这个充电宝的5次充放电数据，我们统计换算了一下，
按照我们实际的充放数据换算下来，它的平均转换效率为 78.2%， 充电宝的额定能量值是36瓦时。按照这个数值，我们实际换算出来，它的能量转换效率为 74.6%。这个转换效率我已经把它测试出来了，实际好不好，兄弟们你们自己来分辨。这个充电宝我再一次把它充满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自充曲线。刚开始的时候是24到28瓦的功率，一共充了32分钟。后面就是变成8瓦的功率，充了25分钟时间，然后又涨到25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大概22分钟时间，然后又降到8瓦的功率，又充了20多分钟，然后再涨一下功率，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到充满电。整个充电过程一共耗时2小时10分钟时间。这就是这个充电宝的完整充电曲线图。它的电芯额定容量是5500毫安。这个绿厂的真我13 Pro 这款手机的电池是5200毫安。充电试一下，看能不能一次性把它充满。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5%， 我们充电采集数据。这个真我13 Pro 已经充到100个电了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毕竟是一个30瓦功率的充电宝啊，这个曲线图没有画成一个标准的融合快充的曲线图。其实功率是26瓦，充了5分钟过后，它就降到25瓦，再涨到26瓦。这个是动态调整，就是为了避免充电宝发热。后面的话就降到23瓦左右的功率。充到 80%， 逐渐的下降功率。手机充到 95% 的时候，就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，再涓流充电。完整的充电时间1小时11分钟，这个速度也算是可以吧，毕竟只有30瓦。充满这个手机还有2格电，我们再拿一个手机过来放电，这余下的电还能够给另外一部手机增加多少电量？这个小米手机还有 2% 的电量，我们继续给它充电。这个充电宝的电已经彻底的放完了啊。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现在是 29%， 也就是说给它充了27个电量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充了14分钟时间，放了 5.58瓦时的能量出来。这样测试下来的话，这个充电宝应付一个安卓6000毫安的电池，从0到100应该也是可以充满的。当然用它来应付苹果手机的 6.1 寸3000多毫安的电池，充个接近2次没有问题。4000多毫安的 6.7 寸的苹果，充个 1.5 次也不在话下。兄弟们，这个数据大家满意吗？这个充电宝值不值得买？我们来看它最后的参数，也就是它的交流文波输出的情况，也是各位铁粉们最想看的一个参数啊。3个充电口全部都要测试啊。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充电宝自带线口文波，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6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13.6 毫伏左右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7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31.9 毫伏左右。12伏 2.5 安30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51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45.1 毫伏左右。15伏2安也是30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63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55.9 毫伏左右。20伏 1.5 安也是30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76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60.6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一个 Type-C 口的文波，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21.98， 也就是22毫伏，平均文波17毫伏左右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50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42.4 毫伏左右。12伏 2.5 安30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72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66.6 毫伏左右。15伏2安30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86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78.7 毫伏左右。20伏 1.5 安也是30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01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94.3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个充电宝 USB-A 口的文波，5伏3安15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19.986， 也就是20毫伏，平均文波 16.5 毫伏左右。9伏3安27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79.3 毫伏，平均文波 41.2 毫伏左右。12伏 2.5 安30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73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65.3 毫伏左右。兄弟们，金兆30瓦自带线充电宝测完了，数据全部在这儿。快充协议支持挺丰富的，尤其是绿厂的沃克协议实测稳稳的支持啊，算个亮点。不过荣耀的 PBS 协议跟华为的协议起冲突，造成不支持，有一点遗憾。转换效率测试数据算是合格，实测充满一部5200毫安时的手机，电量还有剩余，表现不错。文波控制总体优秀，虽然不算极品，但是也够可以了啊。99元的售价值不值？兄弟们，你们来评判，我只管把数据全部都测出来。
这期把性能测完了，下期咱们接着拆看看它内部的做工、芯片的布局，硬核分析一波。想看更深的拆解数据的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！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